各位朋友，伊朗啊，刚刚向中东的美军科威特的基地又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场仗打不完了。那川普前两天说这个和谈啊协議最終馬上就要達成了，為什麼又打起來了呢？他不打不行啊，因為這個川普啊遭受到了國內的主戰派的巨大的壓力，國內的這些人說川普在中東的戰爭上把美國的臉都給丟盡了，沒有取得任何的戰果，讓大家看不起美國。所以呢，川普現在他那個以色列呀也是要打呀，因為那個內塔尼亞胡不打的話，這個投票什麼100-0啊，讓那個以色列舉行提前大選，他要不打的話，那個內塔尼亞胡馬上就得進監獄啊，所以他必須得打啊。這個大家都知道，美國國會裡啊，這個力量是很強大的，所以說必須得打啊。川普呢，就是對這個伊朗的波斯灣裡邊那些控制海峽的那些小船派戰鬥機開火了，然後呢，你想想伊朗他能忍着嗎？然後對這個美國的軍艦開火了，然後美國的在科威特基地起飛戰鬥機去轟炸，就是在那個波斯灣兩岸的伊朗基地了，那伊朗那肯定幹啊！說這場仗停不下，有人說那停不下才好呢，對吧？那美國如果在波斯灣拖個那個幾年，是吧？好吧。那也有人老是問啊，說這中國為什麼不救伊朗呢？伊朗啊，問題是他自己啊，他腦子混，他不值得救，他抱的不是中國的大腿。我早就給大夥說，人家抱的是俄羅斯啊，還想抱美國的大腿，結果呢，美國沒讓他抱，還反過來還狠狠的踹他，知道嗎？咱們先看看情況吧。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今天凌晨1點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東傳出3聲爆炸聲。與此同時，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統啟動，開火數分鐘。發生爆炸的具體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當地政府正在進行調查。另據路透社報道，一位美國官員27號透露，美軍在伊朗境內實施了新的打擊行動，目標是一處被美方官員認定對駐該地區美軍及霍爾木茲海峽的商業航運構成威脅的軍事基地。當地時間25號深夜，阿巴斯港同樣傳出3聲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隨後發布的消息和美國媒體報道顯示，美軍對2艘試圖在霍爾木茲海峽布雷的伊朗船隻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導彈發射陣地進行自衛性空襲。伊朗指責美方違反停火協議。科威特軍方今天發表聲明說，科威特防空部隊目前正在應對敵方導彈和無人機攻擊。科威特軍方沒有說明攻擊具體來自何方。聲明說，如果聽到爆炸聲，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統攔截攻擊所致。Really equally as well with, but again, people don't want to write about it with Iran.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Right now, I mean, you can speak to Steve Witkoff and Jared. They're doing a good job. But right now, I think it looks like they want to just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They have,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choice. They're just going back to the interne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clobbered. Their economy is in free fall. They have 250% inflation. Their money has no value. Their whole economic system is broken down.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t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t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Look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That was the prelude to the midterms. People understand it. They know that
very simpl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doing that for the world. I'm not doing it just for us. And we've had great support from other nations, by the way. We don't need it at all, but we've had great support from other nations. The problem is you always get the support when you don't need it. When you need it, you don't get the support. With Operation Epic Fury, our warriors are ensuring that the world's #1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never obtains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川普这个脑子呢，一团浆糊啊，他又被谁给忽悠了？他说伊朗现在撑不住了，那经济要不行了。关键是川普这个老糊涂，他从来就不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美式民主国家的人民的忍耐力是远远低于宗教国家的。这个老小子这个中期选舉是真玩球蛋了啊！中國為什麼不出手幫伊朗呢？有句那個俗話說得好，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朗子不值得幫。可能很多人不止一次好奇過，為什麼伊朗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乃至眾多官員仍然對中國保留着莫名的優越感，對中國產品缺乏足夠的敬意。從源頭上講，這種優越感根植於一種文明層面的自我催眠。伊朗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對中國產品的輕蔑，表面看是質量偏見，實質是波斯文明在現代化挫敗後的一次身份自救。他們需要通過貶低東方來確認自己仍是西方的精神親屬。儘管這種方式說實在的很悲哀，反而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伊朗精英階層的認知底座是雅利安主義。19世紀以來，波斯知識分子構建了一套種族敘事，伊朗人在血緣與智力上與歐洲更為接近，而非周邊的阿拉伯人或東方的游牧文明。這種認同至今深刻影響着伊朗對外態度。知識分子普遍懷有波斯人更優秀的集體潛意識，對阿拉伯人抱有憎惡，對歐洲則保持親緣想象。德黑蘭的年輕人刷社交媒體、追美劇、喝咖啡，生活方式與西方同齡人並無本質差別。他們認定1979年的革命將伊朗強行踢出了全球文明進程，自己是落難的貴族，即便窮困也只願與同等級別的文明對話。這種心態下，中國產品天然被放置在認知的底層，接受中國製造，等於承認伊朗已跌落到與東方平行的位置，徹底喪失了回歸第一世界的資格。伊朗的產業現代化幾乎完全建立在歐洲技術之上，形成了難以切換的工業血緣。支柱產業如汽車、石油化工的底層技術、零部件供應體系與技術標準全部來自歐洲，轉向中國意味着體系性重構，從生產線到維修網絡都要推倒重來。這種路徑依賴也塑造了伊朗中產階級的技術審美，他們評判一件工業品的標準不是性價比，而是歐洲基因的純度。中國商品即便功能完備，也因缺乏這套基因而被視為異類。在一些數據統計口徑中，滿分5分，伊朗消費者對中國產品質量的評分僅為 2.3 分，信任度低至2分。研究明確顯示，伊朗消費者普遍認為中國製造質量不高，與發達國家產品不可比，購買意向薄弱。伊朗與中國的合作始終籠罩在一種備胎邏輯中。由於西方制裁，伊朗不得不向東看，但德黑蘭的知識分子和強硬派將此舉解讀為西方背信棄義後的退而求其次。這種被迫感非但沒有削弱他們的自尊，反而強化了傲慢。他們認為自己本應是國際舞台的主角，如今與東方合作只是權宜之計。霍梅尼提出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表面是反西方，實則確立了伊朗對東西方的雙重警惕。這一口號的核心是追求獨立自主，反對接受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但在實際操作中，不要東方被長期忽視，不要西方則被高調宣揚。當伊朗在現實中不得不依賴中國時，這種意識形態落差轉化為一種隱秘的屈辱，與東方大國深度綁定，被視作喪失獨立，淪為附庸的前兆。伊朗市場對中國產品的認知存在一個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伊朗商人為了牟利，傾向於進口廉價低端產品，普通消費者財力有限，只能購買這些低端貨。在質量問題暴露後，
中產階級便將所有中國產品歸入低質範疇。伊朗年輕人直言，身邊人更喜歡美日韓的電子產品，對中國產品興趣一般。涉及人身安全的汽車、摩托車更受詬病。當地組裝的中國車被認為從技術層面有許多問題。伊朗一些駐華外交官曾試圖糾正這種偏見，向伊朗人介紹中國製造的真實現狀，強調科研創新與高質量產品。但這類官方敘事難以穿透民間閉環，偏見一旦固化，就成了認知免疫系統的一部分。拒絕更新對中國的認知，等於保護我們仍是西方世界潛在成員的幻覺。另外，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社會並未扁平化，革命卫队上层享有特权，城市中產與精英階層維持着西式生活標準，底層與保守官僚則堅守信仰純潔。中產階級越是感到經濟窘迫，越需要在文化符號上維持優越，貶低中國製造成了他們在階層滑落中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至少他們的審美與消費品味仍與巴黎、柏林对齐。这種優越感讓伊朗錯失了深度參與東亞產業鏈升級的機會，也讓其工業體系在制裁中愈發僵化。當伊朗知識分子在德黑蘭的咖啡館裡嘲笑中國產品的粗糙時，他們真正維護的是一個早已破產的巴列維式現代化幻夢。波斯帝國2000年的榮光不應成為拒絕正視現實的麻醉劑。打吧，打成熱窑才好呢。美人不就是曾經說過嗎？亂了敵人，鍛鍊了我們自己嘛。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